我说涂烈火，你他妈穷疯了你！一个快死的女人你也卖3两银子？阿柱，你别他妈不识好歹！要不是看你20好几了还没个婆娘，我才懒得给你往家里面送女人呢。这女人是受伤不假，可你要是能请个郎中，兴许还能救活。这样你花个3两银子买个媳妇儿，那是占了大便宜了。便宜个屁！便宜你怎么不留着？你赶紧背人走，别他妈一会儿这人死在我家给我惹一身晦气。行吧，走就走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。一个快死的人我后悔个屁。屠猎户犯难地走在村里的青石街道上，思想了片刻，脚步又向另一方向走去。这是村里最穷的一家。屠猎户略微犹豫了一下，便拍响了这家的破木门。谁呀？桑大铁，我是屠猎户。你这是？我们先进院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屠猎户，这女的是谁呀？你把她背到我家做甚？哎呀，桑大铁，我见阿战呢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了，可以你们家的条件，要钱没钱，要房没房的，而且还是个外来户，这让媒婆都不敢登门啊。这不，我给你送来一个便宜的女人，你只要掏3两银子，这女人呀便是阿战的婆娘。屠猎户啊，我看这女人也就剩一口气了，这我们买了万一死了，这对我家阿战更有影响，你还是再去别家看看吧啊。哎爹，买了她吧，我想要个婆娘。好，那就买了。林姑啊，去拿银子。屠猎户听说过这对夫妻宠孩子，没想到是如此宠溺，只凭他们儿子一句话便将人买了。待他拿钱走人，桑大铁这才问道：主子，你为何要买下这个快死的女人？你不觉得她来得正好吗？她死了，咱家的名声更不会有人来提亲了，若是活了，也能应付一些麻烦事儿。还是主子想的周到。桑战身形蹲在女人跟前，只见女人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装，款式布料是他没有见过的。再看她容貌，虽然她的脸色惨白，脸颊上还有血渍，可也不难看出这是个漂亮女人。桑战探了一下她的脉搏，眸中幽光微闪。林姑，去将家里那颗500年的人参给她服用。啊，主子，那人参是给你留着不备之需用的，怎能给她吃？给她吧，这人还能救活，活人比死人有用。3天后，婆娘，你醒了？你叫谁婆娘？当然是在叫你了，这屋里又没有别人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又不认识你。现在我们不就认识了？我叫桑战，从今天起，我便是你的相公。相公？这人说话好怪，自己又不是演员，这人又是一身穷人古人打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拍戏吗？我家又不是戏班子，拍什么戏呀？你的头磕伤了，是我救了你，所以呢，你要嫁给我，做我的婆娘。于珊珊听他之言好像哪里不对，戏班这2个字好像给人一种很久远的感觉。眸光扫了一眼室内，只见屋内的东西陈旧简陋，还透着一股古风。请问现在是哪个国号？你是不是病傻了？自己是赵国子民都不知道了？桑战一听不由轻笑一声。于珊珊没有理会他的无礼，没想到自己还真穿越了，只是不知是身穿还是魂穿。麻烦你一下，将铜镜拿给我。你们女人真是麻烦啊，都伤得差点没命了，还有心思照镜子。嘴上嫌弃着，可还是将铜镜拿给了他。于珊珊看着镜子的自己，只见里面的人没有一丝改变，还是他本来的相貌，这让他放下心来。他记得自己和几个特工同伴在执行刺杀任务时被骗了，目标根本没有在那景林别墅，而是埋伏好的保镖。他在突围时跑上了山顶，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跳了山崖，不想一睁眼便看到了他们母子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问一下，我一直昏迷着，怎么就成你媳妇了？你呀，是被这村里的屠猎户从山上救下来的。当时你昏迷不醒，他便直接把你背到我家，因为他知道我想娶婆娘却没钱娶，所以呢，他便让我出了3两银子，把你买下来做我的媳妇儿。3两银子？你想花3两银子就买个媳妇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昏迷不醒就好糊弄？谁糊弄你了？幸好你是个半死不活的，那屠猎户怕惹麻烦，才低价把你卖给了我。你要是好模好样的，我还买不起呢。等我伤好了，我会想办法把银子还给你，反正我是不会给你做婆娘的。那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们就好好算算，你应该还给我多少银两？你不是说3两银子吗？买你的确是3两银子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可是昏迷不醒了3天，要不是我用了500年的人参给你服用，你可能早在2天前便死了。500年人参？哼，别怪我小瞧你啊！你家这破屋烂户，要是有500年的人参，你还会这么穷？我家穷是不假，可那人参是我前几天在山上刚挖到的，本还想着过几天到城里把它卖了换钱，这样我们一家也就不用过这穷日子了。谁知道那屠猎户把你送到我家的时候，你已经奄奄一息了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母亲心善，看不得你就这么死了，便决定把那人参给你服用，你这才捡了一条命。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信了？你们家这么困难，怎么会轻易用500年人参救个快死的陌生人？不信？姑娘，我是阿战的母亲，名叫灵姑。您刚来我家时的确是生命垂危，我儿子看你可怜，便咬牙将500年的人参给你用了。你现在能安全的醒来，全靠那颗人参。现在你没事了，你可别辜负了我儿子的一片好心啊。于珊珊闻言心头一跳，要是那桑占这样说，他还抱有怀疑，可这灵姑也这样说，倒让他有着一丝犹疑不定。虽然他们母子都互相推诿是他们一人做主救了自己，可在他看来，不管是谁做主，他们一家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大婶，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，踏实，我定会报答你们救命之恩的。珊珊啊，我儿子从小就心善懂事，只因家里太穷，导致没人上门说亲。本想着用人参换了银钱，便能买房娶媳妇儿了，不想你来到了我家。看在我儿子为你舍掉一颗500年人参，你还是答应留下来嫁给他吧。大婶，这事让我想想。那，这就是你吃剩下的少半根人参，这参根可不是几10年就能形成的。于珊珊接过人参看了看，她虽是特工，可也略懂医理，鉴别人参年限她也懂一些。这参根与参参的皮越老，颜色越暗，参的年龄越长。眼前的人参的确有些年景了，只是具体多少年她也看不出，因为这人参已经没了多一半，让她不能从头辨别。你这人参值多少银子啊？这500年的人参可是珍稀的药材啊，关键时刻它是真的能救人性命。我呢已经打听过了，此等的上品人参市值5万两银子。你要是不愿意做我婆娘，那你就还我5万两银子好了，买你那3两银子就不要了，这样我够意思了吧？5万两，这500年的人参还真值这个价钱，可他现在哪有古代银子给他？等我伤好了，我会出去挣银子还给你，总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你以为那是3两银子呢还好还，那可是5万两，你就是挣一辈子钱也还不清。再说了，我救你就是为了有个婆娘，不然我干嘛浪费一颗500年的人参来救你？这事儿呢，全村的人也都知道了，他们还都说我傻呢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那人参卖了，到时候不只有钱，还会娶好几个婆娘，犯不着救一个半死不活的人。现在你要是不嫁给我，那我岂不成了村里的笑话？以后你让我在村子里怎么立足啊？
这样好了，我们先以夫妻名义过着，等我挣到银子还给你，我再离开。也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挣钱。于珊珊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的便答应了，这让他不由松了一口气。于珊珊是吧？现在该我问你了，你是哪里人啊？为什么昏迷在山上了？我好像忘了一些事情，我只记得自己叫什么，其他的我一时想不起来。他现在只能装失忆，不然这穷小子会越问越多，到时让他怎么回答。桑占闻言，俊脸微沉了一下，想着他刚刚醒来时的异常，又是照镜子又是问国号的，倒是真像忘了东西一般。既然如此，你好好养伤吧。珊珊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去。天，还真有穿越这一说。头不疼了？轻了很多。哎，你这衣服的款式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你这是从哪儿买的？我忘了，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。桑占低眸看着对面的女子，这女人周身有着一种独有的气质，冷艳中带着妩媚，让人不自觉地便想多看一眼。一身黑色紧身装凸显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材，让他看了都忍不住心跳两下。你当真一点都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？于珊珊故作低头想了想，然后抬头看向他。目前我真的是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你最好想不起来，若是你想着逃跑，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。桑占一顿威胁，接着便转身出了院门。于珊珊挑了一下眉头，自己要是走，谁能拦得住他？要不是报恩还钱，他才不跟他扮演假夫妻。珊珊，这是人参汤，你趁热赶紧喝了。谢谢灵神。珊珊，虽然你和阿占是假夫妻，可在外面你们要表现出很恩爱的模样，这样啊才不会让外人看笑话。你也不能喊我灵婶，你要叫我婆婆，喊他爹为公公。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知道就好，快喝药吧。于珊珊应着，便端着药碗慢慢地喝着。待喝了药，于珊珊便睡下了。这一睡便睡到了日落西山。哎，醒醒！我睡了这么久了。比猪圈里的猪都能睡。你才是猪呢，我是病人，自是体虚一些。胆子不小啊，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？救命恩人咋啦？你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随便你打骂，惹急了我管你是谁。于珊珊说着，一脚踹在男人的大腿上。让开，我下去。桑占不自觉闪开身子，手指摸了一下被踹的大腿。他没想到这女人刚醒来不感到拘谨害怕，反而表现得这么随意自然，这和他预想的有很大的出入。于珊珊下了炕，打理了一下头发，然后便又去了茅厕。嘿，有意思。珊珊，快去洗手，我们吃饭。好。桌上的咸菜和荷包蛋，却只有桑占一个人夹着吃鸡蛋。林姑和桑大铁只吃着咸菜。于珊珊看着这一幕，眸色有着看不惯的瞪向了吃的理所应当的穷小子。吃鸡蛋好不好吃啊？你想吃尽管吃就是了，干嘛那么阴阳怪气的？你这人是不是只想着自己呀？柴是你爹劈的，饭是你娘做的，你活不干还吃好的，让你父母吃咸菜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些不孝吗？我怎么就不孝了？我有说不让他们吃吗？是他们不吃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们不吃还不是让着你吃啊？你紧着他们不就吃了？于珊珊，你算老几啊，敢教训老子？你还真当你是我婆娘不成？桑占被他对的也来了脾气。珊珊，你别和阿占吵，我们不爱吃鸡蛋，你刚来不知道我们的饮食习惯，等你习惯了就见怪不怪了。婆婆啊，正因为你们这样惯着他，才让他对你们吃苦视而不见，将来你们老了干不动了，他会把你们当累赘的。于珊珊，你有完没完？老子怎么样用得着你来说？别以为我对你客气几分你就蹬鼻子上脸。
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心想着娶的女人竟是个悍妇，还真是失算。你少跟我称老子的，你不笑还不让人说了，亏你长得人五人六的。哎呀，你们都不要吵了。珊珊呐，你不用为我们叫屈。阿战现在正是长体力的时候，那自是要多吃点好的。桑大铁眸中有着不快，看着于珊珊，好像他很不懂事似的。于珊珊眸光扫了一眼他们一家三口，突觉自己做了件讨人嫌的事。他好先为这对夫妻鸣不平，不但没有换来感激，反而招来多管闲事的局面。想到这儿，略有尴尬的道：对不起啊，我这人性格急了一些，还望见谅。没事，快吃饭先。我吃好了，你们吃着。说着，于珊珊起身便回了屋。以后他再也不管他家的事，等他还了恩情就离开。他们一家对他来说便是3个过客。桌前3人看着他离开，连姑和桑大铁都小心翼翼地看向桑战。不要管他如何，我们照常便可。你进来干嘛？我一会儿要歇息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不来这儿我去哪儿啊？桑战冷目瞥了他一眼，便去了墙角处的桌前，然后拿过上面摆放的洗漱用的东西，接着便又出了屋子。于珊珊看他出去了，也走到桌前，只见桌上放着看似牙粉的东西。你在那傻站着做甚啊？还有牙刷牙杯吗？没了。那我怎么洗漱啊？脏着。冷淡地说完，在衣柜里拿了套衣服便又走了出去。于珊珊瞪着他的背影也跟了出去。待来到院子，便见桑大铁从柴房里出来。阿战呐，洗澡水给你弄好了。桑战应了一声，便走进了柴房。于珊珊看着这一幕，有些无语。这做父亲的给儿子准备洗澡水，儿子还一副理当如此的模样接受着。这哪是父子，分明就是主子奴才，这家人怎能如此惯子？看不惯又如何？他只是个外人，没有话语权。婆婆，你有多余的衣服吗？我想洗个澡。珊珊啊，你身子刚好点儿，过2天再洗吧。我没事儿，我简单的洗洗就可以了。好吧，你等一下。我也没有好衣裳，就这套没有打补丁，你别嫌弃就好。不会的，谢谢婆婆。这姑娘还真有脾气。于珊珊抱着衣服回了屋，静静地坐等着。她在等那个穷小子洗完了，自己再去洗。等了片刻，桑战一身神清气爽地走了进来。只见他的头发湿漉漉的，还滴着水，衣服半敞，露出他些许赤裸的胸膛。虽然衣服破旧，可谁叫他长得好看？这让他周身带着一丝魅惑人心的气质。你的洗澡水到了吗？明天我爹就到了，不用我操心。你沐浴过的洗澡水自己就不能倒吗？你真好意思让你爹伺候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他又不是外人。我要沐浴，你去把你的洗澡水倒了去。自己倒去，我可没伺候过人。于珊珊看着他大爷似的坐在炕上翘着2郎腿，努力压了压火气。要不是看在他家救过自己的份上，他定要教训他一番。想着，拿着衣服便出去了。不知道哪儿来的野丫头，也敢使唤我，不知所谓。于珊珊来到柴房，便见浴桶的水果然没倒。王八蛋，没有大爷的命，去摆着大爷的谱。气归气，这水只能他自己倒。来回折腾3、4次才把水淘完。随后他又去提水刷干净浴桶，然后才将浴桶灌了个多半桶。待弄好，累得他头又疼了起来，这让他休息了片刻。等头疼轻了一些，这才脱衣服。当他刚脱了黑色特工服，房门便敲响了，这让他不由紧张了一下。谁在外面？珊珊，你晚点洗，我给你烧点热水，你再洗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在洗了。他忙了那么久都不说给他烧水，现在才说，这让他觉得这个林姑有些虚情假意。那好吧，你别洗太久了，你身子刚好些，莫要着了凉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屋吧。
待灵姑一走，于珊珊便脱了衣服进了浴桶。还别说，这初夏的季节水还真有点凉。不过她完全不在意，冬泳她都游过，这点凉意对她来说不算什么。她这特工的体质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。你多大了？忘了。年龄也能忘？桑占看他面庞虽然娇嫩，可周身的气质略显成熟，他猜测要比自己大一点。我也想自己多大了，等我想起来就告诉你。于珊珊侧身躺好看向他，桑占看着他毫无矫揉造作，也不扭捏，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模样。这哪像是一个女人来到陌生地方该有的反应，好像她跟自己很熟识似的。你多大了？18。原来你已经成人了，我还以为你还是个孩子呢。桑占听着他嘲讽自己，只是冷漠斜睨了他一眼。你知道个屁！骂完便继续看书。这里是什么村？于珊珊没跟他一般见识，自己比他大2岁，就拿他当小屁孩了。东营村。村子大吗？不大不小，有300-400户人家。那离这县城有多远？20里。这村里人靠什么赚钱？一般呢都是进山找山货，还有田里种些瓜果蔬菜啥的。这村里地多吗？都种什么？水稻和小麦。这地方很穷吗？不富裕，我家最穷。你这么懒，你家能富才怪。也许吧。你家多少地啊？我家是外来户，只有2亩地，交了粮税地租，还不够我家吃几个月的。那你还不勤快一些，去打工挣钱？打工？嘿，这词儿倒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是哪儿的方言？我不是失忆了吗？你怎么不去找个活计啊？我如何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放心，不会饿着你的。于珊珊闭着眼睡了片刻，却睡不着。睡不着啊？白天可能睡多了。不如我们做点别的？滚！于珊珊毫不客气地骂道。男人笑出了声音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正当空气中陷入一片寂静时，忽听一道女子情不自禁的呻吟声从另一间屋里传来，紧接着便又听不到了，好像那女人及时忍住了一般。于珊珊作为一个现代人，自是明白怎么回事，想来是那桑大铁夫妇在打扑克，本想着装死不理会就是，不想待了一会儿，那声音又传了过来。桑占听着那声音，眸色有着无奈。他已经习惯了，想着一旁的女人，他不由坏笑了笑。哎呀，于珊珊，我娘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这穷小子故意的，他就不相信他天天守着会不知道那声音是怎么回事。你看上去比我大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比你大也不代表什么都知道，你还不是这么大了还不懂帮着父母干活吗？又来，没劲。这女人还真贼，不上当。你是真没劲，懒得你睡觉。明天我去县城给你买点布匹做衣裳。谢谢。家里银钱有限，买的不好你也别挑拣啊。不会，你买什么我穿什么。那就好，睡吧。于珊珊，于珊珊，醒醒！怎么了？你这女人穿的什么呀？这东西你也敢晾在院子里？桑占手指滴溜着他的胸衣和内裤，指责道：我这内衣洗了不晾晒在院子里，晒在哪儿？你以后不准晒在外面，就放在屋里晾着。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你里面穿的是这样的东西，那会被人笑话死的。行，你也别急，我知道了，下次晾在屋里。起来，跟我去县城。你不是说一个人去吗？我怎么知道你都需要什么啊？你看看都缺什么，我给你买。
于珊珊闻言，觉得他说的在理，他要买一些自己用的东西。我跟你去。桑占坐在炕沿上，看着他梳洗打扮。我看看你的伤。于珊珊听了，便站着没有动。桑占伸手轻轻地撩开他的头发，待看到那血痂时，唇角扬了一下。没白浪费我500年的人参，我再给你涂点药。说着，从桌上拿起一个瓷瓶打开，然后用手指挖出了一些，便给女人涂上了。待涂好，将她的头发遮住那伤口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阿占呐，这就是你刚买的婆娘吧？是啊，张嫂。你可真有眼光，不找是不找，这一找便是这么漂亮的小媳妇儿。嗨呀，就是碰巧了而已。张嫂你忙着啊，我们还要去县里。你们去吧。张嫂笑着说完便走了。三哥，我们兄弟几个今天被人给欺负了，你可要替我们哥几个出气啊！妖艳刘海，这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是青牛村二赖子他们打的。你们5个人竟然被人打成这狗样，你不嫌丢人？哎呀，哪儿啊，他们今天人多，10几个人打我们5个，我们自然不是对手了。是啊，三哥，要是1对1，他们都不是个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怎么就和他们碰上了？这不是地主家里的甜瓜快熟了吗？那于老财怕人偷，于是便花钱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家看着瓜地。不想那二赖子带着那么多人来偷了，我们是拿钱替人办事儿，自然是要护住瓜地了。也幸好那于老财不放心我们几个，便带着人前来查看，不然他的瓜地就凶多吉少了。三哥，要是有你在，那个二赖子绝对不敢如此嚣张。我才没你们那么没出息，为了10几个铜板给人卖命。我们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？谁叫我们没本事呢？三哥，那于老财刚刚让我们给你传个话，只要你替他守几天瓜园，他一定给你100文钱。这个雇佣价已经是最高的了。三哥，这么多钱，我看你还是去吧。不去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要去县里了。桑占想也不想的便拒绝了，遥远看向他一旁的于珊珊。三哥，这个就是你婆娘？以后你们几个喊她嫂子便可。嫂子好。5人讨好的弯腰喊人，于珊珊不知道说什么，于是便礼貌地笑了笑。哎，三哥，啥时候请我们几个喝喜酒啊？等我选个日子，便请你们大喝一顿。那行，我们兄弟等着。行了，你们快回去治伤吧，我们还要赶着坐牛车呢。那是你朋友？经常一起玩闹的。桑占侧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看向前方。微风吹过他微乱的头发，让他有着少年不羁的既视感。待2人来到村口，便见一辆牛车等在那里，车上已经坐了5、6个人。他们2个一上车，车夫便赶着老牛向县里驶去。这时，车上一个中年胖妇人看向于珊珊，话却对着桑占问：阿占，这就是你买来的婆娘吧？语气有着一丝轻视。于珊珊听了，小脸有着不爽，这1个2个的太没礼貌了，好像买来的媳妇不配尊重似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我珊珊就可以了。哟，这名字真好听。珊珊呐，你怎么一个人晕在了山上？田大娘看似关心道。于珊珊刚要说失忆，一旁的桑占抢先替她说了。我婆娘去山上采蘑菇，碰上了野猪，她这一害怕，掉下了山坡，磕了脑袋了。于珊珊看了看他，桑占只是瞥了他一眼，便又看向前方。原来是这样，珊珊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怎么在我山头采蘑菇？他家是西山那边里村的，他们那片山上采蘑菇的人太多，他这才翻过山来到了我们这边的。桑占暗里握住于珊珊的手，示意她不要说话，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失忆，
不然接下来好奇的人越来越多，只有把他的身份说明白了才能安静。是吗？阿占，他家这么近，你这样把他买来不妥吧？要是让那娘家人知道，会找你要人的。田大娘，等珊珊好了，我会带她回娘家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我想她父母也会答应我和她的亲事的。他们当然会答应了，你小子把人家姑娘都糟蹋了，还能怎么办？田大娘嘴角鄙夷的一撇。这时一旁的妇人也轻嘲笑道：阿占呐，还真便宜你这穷小子了。你瞧人家姑娘多倔，跟着你呀，真是委屈了。桑占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似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后脑勺。接下来没人再打听他们的事。我们进城。桑占说着便径自往前走，于珊珊跟在他后面，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古代街市，忽见前面的穷小子停下了脚步，随即转身看向他。这里是你们女子喜欢的脂粉铺子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？闲来无事进去看一下也行的。这铺子里面不止卖胭脂水粉，还有其他的必需品。看了片刻，他也只挑了一盒牙粉，一个普通杯子和一块棉巾和几样必需品。我挑好了。就买这些？桑占有些意外，他以为他会买一些胭脂水粉和簪花什么的，毕竟哪个姑娘不喜欢这些东西。结账去吧。带出了脂粉铺子，桑占又领着他去了布庄。挑选片刻，于珊珊没有买绸缎，也没有买粗麻，而是看中了布料舒服的棉布。她选了一款绛红色和浅紫色，两款各要了3米，等结账时要花90文。桑占一副心疼钱的模样结了账，带出了布庄，侧头看向跟着的女人。没想到养个婆娘这么费钱呢。的确费钱，你可以选择打光棍的，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省力又省钱。要不是我爹娘着急，我才不这么急着娶媳妇呢。本以为买个婆娘就安心了，你却不愿意。也好，等你将银子还给我后，我再在县城买一个大宅子，然后再娶几房妻妾，以后我也过上有钱人的好日子。你们男人果然都是这副德行，不能有钱，一旦有了钱就会变坏。那谁有钱不想着享受啊？也是。于珊珊没有抬杠，就连那些有钱的现代人都是小3小4的包养着，更何况在这封建王朝的古代。正当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，忽听一侧传来一道女子惊喜声：阿占哥，你也进城了？阿里，你怎么也进城了？我这几天住在青牛村的外婆家。阿占哥，她是谁啊？她是我刚娶的婆娘。什么？你何时娶亲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前2天，全村都知道了。想来你不在家，自然没听说。阿占哥，你怎能随便就娶亲？你成亲了，我怎么办？哎呀，阿离，你别这样说，我一直是拿你当妹妹的，你这一说会让人误会的。你继续逛街啊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不准走！你今天不说清楚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阿占哥，你一直对我很好的，你不可能不声不响的娶别的女人，是不是他缠着你？哎呀，阿离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你哥是要好的朋友，对你自然是要照顾一些，所以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，并没有男女之爱，还望你明白。不会的，你骗我，你对我那么好，不可能只是当我是妹妹，你是喜欢我的。阿离，你还小，有些感情你还不懂，我对你从来就没有男女之间的喜欢，要是我做的哪里让你误会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住了。桑占冷脸说完，牵着于珊珊绕开阿离便走。你们不准走！小姑娘，有什么事你可以回家跟阿占说清楚，这大街上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不是？回去说就回去说，我跟着你们一起回家。阿离，你也不小了，
我也已经成亲了，以后我们要保持距离。冷淡的说完，桑占加快了脚步。阿离看着躲着自己的阿占哥，回头又瞪向一脸无辜的于珊珊，然后便又追了上去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当看到他巧笑安然一副处身事外的模样，让他心跳的同时就想给他一点教训。于珊珊看着他们一个追一个躲，不由好笑的笑出了声音。没想到这古代姑娘这么大胆，丝毫不逊于现代女子。正看着热闹往前走时，那桑占忽然转过了身，当看到于珊珊正一脸看笑话的表情时，微怔了一下，接着俊脸沉了沉。婆娘，还不快过来，走那么慢想让我背你啊？喂，你招的桃花债干嘛迁怒上我啊？于珊珊才不让他训斥。桑占闻言眸光暗沉，几步走回来，待来到他近前，不等他反应，一手勾住他的后脑勺，便狠狠地吻住了他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当看到他巧笑安然一副处身事外的模样，让他心跳的同时就想给他一点教训。他要让他知道，就算他们是假夫妻，在外人面前他也不能处身事外的在一旁看笑话。于珊珊被这突然来的吻给惊得瞪大了眼睛，当意识到被侵犯了时，一个小腿屈膝，便用力顶在了男子的裆部。哎呀，你个死婆娘，你敢踢我？谁让你非礼我？再有下次，我让你做太监。于珊珊冷声说完，便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妈的，老娘的初吻竟被这穷小子给夺走了！要不是看在他家救了自己，他一脚踢碎他的蛋黄。阿离看到刚刚的一幕，不由结舌的傻站着。阿占哥，你怎么样？他怎么能这么待你？你赶紧回家把他休了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我就算休了他，也不会娶你。阿占哥，他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儿？你看他那副表情，显然是瞧不起你啊。阿离，你也别再胡闹了。我要是真的喜欢你，就不会娶其他女人了。你还是回你外婆家，不要再跟着我们。你这样只会影响我们的夫妻感情。阿占哥，我看得出他不喜欢你啊，你又何必委屈自己？你若是娶了我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他之所以这么待我，还不是因为你出来胡闹，他这是吃醋了，明白吗？以后你离我远远的，他就不会打我了。我跟他说清楚了。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也是，你又不是我的谁，我还等着你还钱，换大宅子，娶妻妾呢。你放心，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别说大话，你一个女人上哪儿挣那5万两去？我可没耐心等太久啊，给你2年期限，过后还不上，你就做我的婆娘。行，2年就2年。哎呀，你这婆娘真是大言不惭啊！我见过男人吹牛吹上天的，还没见过哪个女人也这么吹嘘的毫无边际呢。你没见过的多了，这说明你见识短，也不怪你不行。毕竟你出身在小山村，没有宏大的志向。切，说的好像你多有见识似的。桑占切了一声，于珊珊没有跟他争辩，话题一转道：那个阿离那么喜欢你，你怎么没娶她？他喜欢我有什么用？我家穷，他父母是不会把她嫁给我这样外来户的，这点我很清楚。可惜了，你们2个郎才女貌，很般配。般配？有我们2个般配吗？我家穷，你没家；你漂亮，我也不丑。要说般配呢，我觉着我们俩才是最般配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家？等我恢复记忆，说不定我就回家了。你就算有家，也不在我们这个地方。何以见得？从你穿衣打扮来看呢，你绝对不是我们本地人。从你的衣服款式和布料来看呢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没有的。正因为我看中了你这点，这才舍了血本救了你。于珊珊没想到一个乡下穷小子竟还有这等观察力，倒让他小瞧了。但愿你的猜测是对的，我也想知道我是哪里人。我都不希望你恢复记忆，你最好永远都想不起来。
为何？能为何？你要是恢复了记忆，你岂不是做不成我婆娘了？你也别抱多大希望，说不定我会很快挣到银子还给你。我才不信你有那个本事呢！你就等着2年以后做我婆娘吧。说归说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你再对我无礼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还能再如何不客气啊？是不是再踢我一下？我可不只会那一下。是吗？那以后有机会，我可要领教领教。于珊珊发现这个穷小子的性格让她有些捉摸不透，有时他表现的一副不屑一切的高冷范，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，可有时又是一副懒散中带着一股邪气。珊珊，阿战正是长力气的时候，好吃的我们要紧着他一些，我们女人又不出力，随便吃点便好了。明白了，婆婆。说着拿起一个菜团子掰成2半，然后放下一半吃一半。这菜团子有些发涩发苦，吃得他直皱眉，勉强喝了一口野菜汤，这才咽了下去。桑战吃着馒头，吃着肉菜，没有看他一眼，好像事情本就如此一般。于珊珊性格自来要强，不属于她的东西她从来不奢望，她想要的东西都要凭自己的本事去努力赚来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街上走走。阿战呐，我们真的要继续这样吗？你们要记得，她只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有些事不得不防。哎，姑娘，你是谁家的？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大伯啊，我相公是桑战。啊，原来你就是桑大铁家买来的婆娘啊。老伯是哪位？啊，我是这村里的村长，你喊我李伯便可。怎么不见阿战呀？他在家忙别的，没出来。他忙？有谁不知道他是全村里最懒的一个，他有何忙的？你跟着他可要做好受委屈的准备。我知道，李伯啊，我刚来此地，以后难免叨扰你。这只野兔是我刚刚抓来的，你拿回去炖了吃。他要想在这村里混，巴结着村长是必须的，这也是为了日后好办事做个铺垫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你好不容易抓的，我怎么好要走啊？李伯嘴上说的客气，手却将兔子接了过去。山上兔子有的是，改天我再去抓就是。李伯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阿战，你可是娶了一个好婆娘，以后你要勤快一些，莫要再偷懒了。李伯，她是我婆娘，我自会待她好的。你婆娘很懂事，这不，这野兔就是她送给我的，她呀比你有孝心。嗨呀，李伯，我娶的婆娘的自是贤惠，不然我怎么会一眼相中呢？阿战，你娶了个好媳妇儿，要好好珍惜，以后改掉你的懒惰，这样你们才能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我知道了，李伯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回家吧。说完，李伯便提着野兔高高兴兴地往家走。兔子哪儿来的？自是抓的了。兔子跑那么快，你能抓住？我干嘛要追兔子啊？你抓过兔子吗？你别管我会不会抓兔子，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抓的。这有何好奇的？这个陷阱不就做到了？嘿，你不是失忆了吗？我是失忆不假，可我又没傻，有些生存本能还是有的。跟我回山上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逮兔子的。你放手，我自己会走。你这女人呐，不止大言不惭，还会溜须拍马。我初来乍到的，自是要打好人际关系。哎，你好端端的抓兔子干嘛？卖钱。一只兔子能卖几个铜子啊？1斤猪肉还20文，兔肉再不济也要30文吧。在牛车上时，他听2个妇人唠嗑，提到了猪肉的价格。这么急着赚钱还债啊？
我看呐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就算你抓完整座山上的野兔，也不够还那5万两的。我当然知道不够，不用你提醒，我自有我的想法。桑占不再多问，二人一路进了山。待找到兔洞，于珊珊像之前那样在洞口摆弄着陷阱。桑占看着他手法熟练的忙着，眸底有着一丝深谙不明。于珊珊弄好后，便扯着桑占隐身在树丛里。你以前经常抓野兔啊？于珊珊刚要回话，忽觉他的问话有着试探。可能抓过吧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些。你这失忆还真少见，脑子不记得，手里会的倒是没忘。可能我摔坏了半个脑子。两个人静静地等了片刻，一只肥大的野兔不知死活地爬了出来，想当然地便入了于珊珊的陷阱。这陷阱很实用。还行吧，这只野兔好沉，一定有8、9斤重。要按1斤30文算的话，这只兔子能卖200多文。我逮它个10几只，就是3两银子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兔肉在这小县城是不值钱的，顶多值10文。差这么多吗？啊，那要是值钱的话，满村的人都逮兔子。再不值钱也比野菜值钱，我多抓点不就行了？接下来于珊珊又抓了2只，打算明天去县城卖掉。桑占替他提着2只野兔掂了掂。我说于珊珊，你怎么不向我借点银子，这样多省事儿。有人说过你这人很装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穿着千疮百孔的破衣烂衫，还要装出一副有钱的大爷。明明你很穷很懒，却偏要自持高人一等。像你这种眼高手低的男人，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。还问我为何没有向你借钱？你家能有多少银子借给我？就连口好吃的都给我分清楚。银钱方面就更不用提了，我还是自力更生，比较有尊严。也不是跟你分得清，谁叫我家里穷呢？我父母就我一个儿子，那好吃的自是让着我吃了。看出来了，所以他们将你养成了无所事事的穷人家的公子哥。你是不是很瞧不起我？你这样的人有谁会瞧得起啊？哦，也不完全对，这眼盲心瞎的人有的是，比如那个阿离就觉得你很好。于珊珊，你再这么冷嘲热讽的说我，我可生气了。不说就不说，懒得理你。珊珊，听阿占说你抓了3只野兔。婆婆，晚上你杀1只，我卖2只就可以了。他也想吃肉了，自己实在吃不惯菜窝窝，只要他挣了钱，绝不会再吃那难言的吃食。那感情好啊，一会儿我让你公公杀，这兔子这么肥硕，肉一定很多。好。于珊珊笑了笑，便回了屋。你这么费时费力抓来的兔子，就舍得杀了吃？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吃了又不是没有了，等我挣了钱，天天吃肉。我娘只让你吃粗粮，你却让全家都吃肉，难道你不讨厌她的区别对待啊？我的命是你们救的，我感恩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为一口吃食记恨你娘？就算记恨，我也只会记恨你，因为他们怎么待我是取决于你对我的态度。你都不向着我，他们自是更不会拿我当回事儿。所以你这样自私自利的男人，我是不会喜欢的。我自私自利？看来我那500年的人参是救了个白眼狼啊。别把自己说的多无辜啊！你救我还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婆娘？不过我也该感谢你的大度，没有为难我，还给我时间还债，这一点你还是很仗义的，谢谢。一码归一码，他还是很感激他们一家没有勉强他。你这一会儿贬一会儿夸的，着实让人气恼。我只是在说事实啊。你后面说的很对，我家虽然穷，可还不至于强娶他人的地步。只要你能还清了银子，你随便去哪儿。桑占嘴角微扬道。于珊珊斜睨了他一眼，拿过炕边上的包裹，从里面拿出上午买的布料。有木尺和剪刀吗？你会做衣服？会点儿。作为一个合格的特工，
每样事物他都需要有所设计。真没看出来啊。桑占嘴上轻视地说着，便去了西屋。没一会儿便拿着针线盒子走了进来。你要的东西都在里面。桑占看着他小手流畅的画画剪剪，一块布便剪成衣服片。他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女人做衣服，原来一件衣服做起来也如此复杂。你还要绣花啊？不绣。这绣活他可没学过，现代人有几个学这个的？是不绣还是不会绣啊？桑占好似猜到了他的短处，取笑道：你又会什么啊？我会的多了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于珊珊不再理会他的傲娇，继续裁剪着。不多时，他便裁剪出古代女人穿的衣裙、裤子还有肚兜，接下来他只需缝制便可。这时院外传来桑大铁和灵姑说话的声音，好像在杀兔子。你不害怕吗？又不是杀人，有何可怕的？还真是个特别的女人。到了晚上，桌上摆放了一小盆的兔肉，那香味让人闻着食欲大开。阿占、珊珊，你们快吃吧。灵姑笑道。于珊珊这次没有客气，夹了一块兔肉便吃了起来，还是自己的东西吃着理直气壮。桑占随后也夹了一块，慢慢的吃着。他的吃相完全不像一个穷苦人家孩子该有的不讲究。于珊珊吃了几嘴，发现灵姑和桑大铁没有吃，而是吃着野菜。公公婆婆，这兔肉有很多，你们也吃啊？珊珊，你吃你的，我和你公公不爱吃肉。灵姑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桑占，于珊珊这下明白了问题所在。感情他们做父母的吃饭还要看儿子的脸色。桑占，你作为人子的，难道就忍心自己吃肉，让父母吃野菜吗？于珊珊看不惯道，本来不想管他家的事，可今天这么多肉又不是不够吃，他再这样就让人看不公了。你们也赶紧吃肉吧，不然我这婆娘以为我有多不孝呢。灵姑与桑大铁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有些拘谨的各自夹了一块肉。于珊珊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反应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古代人难道就是这么惯孩子的？吃口好的还怕孩子不高兴？见他们都吃了，他也不再过问其他的，因为那些事跟他没有关系，他才不自找不痛快。一连吃了7、8块肉，他这才离开饭桌。别缝了，歇息吧。你先睡，我缝到头再睡。婆娘，你不是要卖兔子去吗？再不起来早事就过了啊。谢谢。自然随意的道着谢，便坐起身拿起灵姑的那件旧衣。他的新衣没做好前，只能先穿这件了，特工服又不方便。他这一起身，洁白无瑕的美背暴露在男子的眼中。还不等桑占多看一眼，女人已经披好了衣衫，接着女人又露出白嫩的细腿，穿着裤子。桑占看着她毫不避讳地当着自己的面穿着衣服，这让他有着不爽。他这样是不是说明完全当得不存在，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自己？想着自己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嫌弃，眸光不由微冷。于珊珊不知他的心理活动，穿好了衣服下了炕，待梳洗打扮好便出了房门。哎，你这是要自己去县城啊？不然呢？说完便出了家门口。他可不指望着他能帮自己什么忙，他又不是自己的真老公，用着理所应当。桑占见他走了，俊脸黑了下来。他起了个大早，叫他起来不就是想跟着他一起进城吗？他倒好，一副不想沾他光的表情。要不是看在他一个姑娘家进城有危险，他才懒得早起。他睡大觉不香吗？于珊珊出了村子，发现牛车还没来，于是便站在路边等着。正等得无聊时，忽听身后传来脚步声，顺声望去，只见桑占神情淡淡的走了过来。于珊珊有些意外的看着他，你怎么来啦？别误会啊，我去县城是有事要办，你的事我才懒得管。我才不会自作多情，你这么懒的人才不会为他人着想。半个时辰后，一车人到了城门。于珊珊拿好自己的竹筐便进了城，也不去问桑占要到哪里。
桑占看着他径自进了城门，连看自己一眼都没有，还真是看不起他。笑，不错呀，这野兔个头大肉多，可以采购回府。啊，我说姑娘，这兔子咋卖啊？一只120文。嘿嘿，姑娘，你卖的这个价格可够高的呀。你是不是欺负我不知道这个野兔的行情啊？这位大哥，我的东西是比别人贵一些，但你也要看东西的本质。常言道，一文价钱一文货，我这野兔不止肥大，还是活蹦乱跳的活物，杀来吃定会新鲜无比啊。嘿，那谁家的野兔不是活的？我看呐，你就是凭着自己长得漂亮想讹人。你们若是想买，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。你们若是不想买，那就请你们再去看看其他人家的。嘿，我们当然是诚心要买的。一只兔子50文，这2只给你100文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价格不卖。姑娘，你可知我们府上是何人呢？就凭我家主子在鲁野县城的地位，那白吃你的东西都是看得起你。我跟他又不认识，我管他看不看得起，你们去别家买吧。大胆，竟敢藐视我家主子！要是你把野兔交出来，我们就当什么也没听见，不然的话，你以后别想在县城里作。你家主子知道你们狐假虎威吗？我就不信一个在县城有着一些地位的人会是你们这样的德行。想吃白食可以，那就让你家主子亲自来拿。嘿，就凭你一个乡下野丫头，还想让我家主子来？你脑子有病吧你！今天这野兔我们要定了，你不卖也得卖。说着将100文铜钱扔给他，提着竹筐就要走。何时我谢府混到强买强卖的地步了？谢爷，小的只是想给府上省些银子，我们可是一心为谢府着想的。还请谢爷看在小的忠心的份上，饶了我们2个。狗奴才，我看你们这是想从中克扣采买银两，故意打着谢府名号，想占百姓的便宜。你们这样的奴才，我谢府可不敢收。回去领了月银，给我滚出谢府！谢爷恕罪啊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们可以滚了，不然月银1分都不给你们。2个小厮一听，不敢再求饶，狼狈不堪的便跑了。姑娘，都怪在下御下不严，让姑娘受惊了。无碍，公子能严惩恶奴，想必也是一位仁义之人。哎，姑娘，为了不让人以为我谢府纵容行恶，这野兔我买了。公子给多了，这2只野兔只需240文。多的就当我赔罪了，你尽管拿着便可。公子言重了，此事跟你无关，你无需道歉。这银钱该是多少便是多少，我是不会多要的。可我没有零钱怎么办呀？公子，于珊珊刚要说不让他买了，身后一人将他的竹筐提了起来。谢爷既然大方的要买下来，那我们就勉强卖给你了。你是？我是他相公。哦，原来你们是夫妻啊，果然是郎才女貌。小兄弟，好福气啊。谢爷拿好。谢商接过装有野兔的竹筐，然后将1两银子给了桑占。多谢。方娘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放手！谁让你自作主张把兔子卖给他的？不是，那有钱不赚你傻呀？你这是赚钱吗？你这是贪他人的小便宜。那也要有便宜可占呢，这送上门的便宜，不占白不占。你还真是小市民，活该你穷。我的确穷，看到银子就想要。那以后你可得多多努力赚钱了啊！我以后可就指着你养我了。
你说这话臊不臊？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让女人来养，亏你说得出口。谁让你把我的好日子搅和了？我不找你找谁啊？我欠你的银钱早晚会还给你的，你也不用现在急着让我还债，拿来。拿什么？少装傻，银子。嗨，原来是要钱呢，跟我来。掌柜的，麻烦你将这银子换成1贯钱。掌柜倒是实在人，没有多问，便从抽屉里拿出2串半贯钱给了他。桑占从中数出240文钱，递给于珊珊。那，这是你的野兔钱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的兔子可是卖了1两银子。你是不是忘了，这1两银子是我卖的，这240文才是你卖的价钱。今天他才知道这个穷小子不止馋懒，竟还是个无耻的小人。他想理论，发现自己竟找不到借口。2个人一前一后的走着，于珊珊故意跟他拉开距离，不想和他一起走。我操，臭女人，你竟然敢打本大爷！你是谁？为何拍我肩膀？拍你怎么了？那你也不能打人呀！现在我被你打伤了，你赶紧带我去看郎中。你不骚扰我，我又怎么会打你啊？不想死的，离我远点儿！哎，打了人还想走？你也不看看大爷是不是好惹的人？你想怎样？这是带我去看郎中了。今天出门可是撞了大运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女人了。要是能把她卖到迎春院，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看郎中？好啊。跟我们来。于珊珊脸下眼底那抹幽光，便想着先跟他走，到时他再引他们去个无人的小胡同杀了他们。别怪他心狠手辣，从这2个人统一着装来看，他们定是某个堂会的人。若是这次他放了他们，那他再想进城办事就有潜在的危险。为了自己以后的安全，他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可当他想好了打算要跟他们走时，身后传来一道爽朗的声音：婆娘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阿占，刚刚我撞伤了这位大哥，我先领着他去看一下郎中。你们这么壮实的大汉，能被一个女人撞伤，还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嘿，我操，臭小子，撞伤人还分男女不成？总之是你婆娘撞伤我了。你就说要多少钱吧。5两银子，只要你一文不少的赔给我，你婆娘的事儿我便不再追究。5两？不多，我给你。可是我这身上没那么多啊。这样好了，你们呢，跟我去钱庄取银子去。操，你个穷小子，不会是糊弄我们吧？你这样的能有5两？我这样怎么了？区5两银子我还不放在眼里呢。你们到底要不要？不要我们可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们跟着你去就是了。那好，婆娘，你先出城等着我，一会儿过去找你。于珊珊有些怀疑地看着他，他可不相信他有银子在钱庄。可他既然这么说了，他也不好过问，兴许他真的有呢。想着点了点头，便自己向城外走去。哎呀，小子，快领着我们去。好，随我来。猥琐男见他不似说谎的模样，心下一喜，看来今天又白来几两银子。至于那女子，等他们拿到钱，再逼着这穷小子将他婆娘交出来，到时人财他们便都得到了。哎，客官，你是兑换银子还是存银子呀？掌柜的，我欠这2人5两银子，麻烦你给我兑换几两。桑占手指看似不经意地在柜台上划了一道痕迹，掌柜的一见，眸色微闪了一下。客官，这取银子好说，不过我有点事想请你们帮忙。什么事儿？这后院我们刚刚进来一批木头，今天长工有事没有来，你们能不能帮我挪一下呀？你们放心，工钱我加倍给你们。二位大哥，
要不要一起挣点零花钱？切，大爷才不干长工那活呢。你先把那5两银子给我们，你想去干苦力随你。哎呀，不急，我先去看看那活计好不好干。麻烦掌柜的带我先去看一下。好，随我来。桑占跟着掌柜去了后院，猥琐男怕他这个穷小子跑了，也跟了过去。掌柜的，木头呢？你们不就是吗？我操，臭小子，你可知我们是什么人？快让开，不然让你死得很惨。你们不就是青虎堂的狗腿子吗？桑占嘴角微勾起一抹杀意。既然知道，还不快让开，让我们离开。离开？难道你们忘了你们青虎堂一贯的行事作风了吗？那个小兄弟啊，优惠，只要你放我们走，我们青虎堂的人便不会跟你计较。整个芦野城，有谁不知道你们青虎堂做事向来都是阴险毒辣？但凡让你们盯上的人和事，你们便会不择手段也要得到。你说，你们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能放了你们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没想到这芦野城还有你们这样的势力。你没想到的多了。来人，送他们上路。桑占没了耐心，简单的一句命令便灭了2个人。于珊珊等在城门，眉间有着焦急。那穷小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被那2个人发现他没钱，便狠揍他一顿吧？阿占家的，你相公怎么还没回来？我们可是等半天了，眼看着都快晌午了。香嫂，再等等，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在他犹豫着要不要进城去找人时，那桑占却嘴里叼着一根稻草，悠哉悠哉地从城门口走了过来。于珊珊本能地迎了上去，眸光也下意识地上下扫亮了他一眼。见他浑身没有受伤的痕迹，有些担忧的心便放下了。怎么去那么久？嗨啊，钱庄远了点。怎么，担心我了？自然，谁让你是我的恩人？嘿，你还真诚实。走了，回家。你家既然有银子，干嘛过得这么紧巴巴的？本来娶了你，我家就可以轻松点了。不想呢，那家里仅存的5两银子，也让你给造没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家就那5两银子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500年的人参都让你吃了，5两银子我还有必要瞒着？当时谁让你那么快答应给他们的？就凭你这穿着打扮，要是哭穷，兴许会省下2两。你知道个屁！我一个8尺男儿，岂会那么软弱无能的哭求他人？喂，说归说，不要说粗话。乡野村夫就这么粗鄙，你要学着习惯才是。我才不会习惯你这样的人。等我离开后，你愿意骂谁别骂谁。5万两，你就那么有信心，2年便能挣到5万两白银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不难。桑占没有说话，只是轻笑了一声，好像在嘲笑他白日做梦一般。阿占哥，你回来了。阿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于珊珊看了他们一眼，很识趣地回了屋子。阿离，我现在已经有婆娘了，以后你就别再来了，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。可他不喜欢你，你这样迁就他是不会幸福的。阿占哥，我可是一直在等你向我家提亲的，你只要跟他和离了，我立马便会嫁给你。阿离，你的想法太单纯，我就算没娶她，我们也是不可能的。就凭我家的条件，你父母也不会答应这门亲事啊。所以你还是听你父母的话，另找夫婿吧。喂，你既然不喜欢我阿占哥，那就赶紧跟他和离，我可不能看着我阿占哥受委屈。于珊珊拿下棉巾擦着脸，待擦好才看向桑占，见他正对自己使眼色，便明白了他的用意。谁说我不喜欢他？小姑娘，别人都娶妻了，你就别惦记了，我和他是不可能和离的。
少骗我！要是你喜欢他，还当街踢他，而且还踢得那么重。小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打是亲来，骂是爱。正因为我喜欢他，才打他。你不是看到了吗？我们两个打过后，照样出双入对，这说明我们的感情很好。阿离闻言一时语结，不由看向桑占。战哥，你怎么就另娶了他人？没想到你唬人还真有一套，三言两语便把人打发走了。这样的小姑娘想法太天真了，以为只要喜欢就可以在一起，完全不会考虑其他因素。哼，说的好像你自己很老实的，你比他大不了几岁。别看我区区只大他几岁而已，可思想上可是和他相差10万8千里啊。看出来了，你是个有主见的姑娘。于珊珊刚要说话，院子里传来林姑的埋怨声。我说桑大铁，你怎么烧火的？满屋的烟，想熏死我不成？可能是灶火底下该掏灰了，这平时也不这样啊。会不会做饭？不会。会他也不做，那些粗粮野菜的他做着没兴趣。哎，我说于珊珊，我娶你进家门是过日子的，虽然你我不是真的夫妻，你也不能光等着吃现成的吧？我可以干别的。比如呢？刷碗、扫地、收拾家务。地里的活会干吗？会点儿。正好，过段时间小麦该收割了，到时候你帮着干活吧。你呢？我自然是看着你干了，家里的活我可从来没干过。你不干，我也不干。你怎么能跟我比呢？你就算是个外人，在人家家里借宿也要干活吧？去就去啊，2亩地能有多少活？不多，所以你放心，不会累着你的。